大家好 ，Slow 萝莉又来咯，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这一期是加股股息投资系列的第4期，不知不觉就做了4期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有的小伙伴想要我推荐一些银行股，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银行股的盈利能力是严重受创的，因为美联储已确切地表示过，2023年之前不会加息。银行主要的业务都是靠收取利息来赚取收益的，现在低利率的情况下，银行盈利业务大幅降低，而且在这次疫情中，中小型企业受创严重，出现大量的倒闭潮，这说明银行潜在了很大部分的烂账，所以我觉得现在投资银行股不是一个好选择，不要走进了高股息的陷阱哦。正好这期视频选股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陷阱公司，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视频哦。本来作为这期加拿大公共事业的选股推荐，我准备了2个个股的，但是后来研究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家 Forest 公司在2019年的财报里面隐藏了一些猫腻。我在这里也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我为什么不选择 Forest 公司作为长期投资的选择。Forest Industry 是一家北美电力和燃气公共事业的控股公司，业务遍布北美各大城市，在当地属于领导地位，总市值有250亿。主要的经营业务是输送能源到各家各户，所以主要投资在输送安全和净洁能源的基础建设。93%的资产来自于发电厂、高压电线和天然气管道，而且有大部分的地区是属于垄断地位的。一开始我关注它的原因在于它连续46年稳定的派息增长，平均每年的派息增长率在 6%。 但是在2019年的年报中，2019年营业增长是 4.68%，但是净利润的增长竟然有 44%， 这是不寻常的。净利润增长主要来源于 5.77 亿的物业出售。在2019年4月16日 Forest 以9亿9500万的价格出售了 Winneta Expansion 51% 的股份，再用其中的4亿去偿还了2026年到期利率为 3.005% 的无抵押优先票据，这样 Winneta Expansion 的收入和无抵押票据的利息收入就刚好抵消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一次性的事件 5.77 亿出售物业的收入去除，那么2019年实际经营净增长是 12.75 亿，比2018年降低了 0.86%。很明显，这是一份经过了粉饰的财报，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如财报表现出来的好看。再者，在2019年的第4季度 Fortis 公司新发了 2.28 亿的普通股，一共募集了 11.67 亿现金，其中5亿用来偿还2021年10月4号到期的利率为 2.1% 的无抵押优先票据。一般公司如果需要用到出售物业或者增发股票来募集资金偿还负债的，那么这家公司的资金流上一般都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新发股本和出售物业都是会削减股东权益的。所以我马上查看了一下 Forest 公司的 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表，在2019年末 Forest 公司的负债率是 62.33%，而 current ratio 是少于1，只有 0.616。 当 current ratio 也就是流动比率少于1的话，就说明流动资金出现了问题。而且继续往回看，从 Yahoo Finance 上得到的数据，从2016年开始 Fortis 公司的 current ratio 一直都是少于1的，而且流动现金流出量逐年增加，入不敷出，这并不符合长期投资的原则，因为如果公司暴雷了，本金会严重受损，得不偿失，而且缺少现金的泥潭只会越积越深，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放弃了这一家公司。
而另外一家公司是 Canadian Utility Limit， 股票代码是 CU， 这是一家能源基础建设的公共事业公司，总市值有 91.8 亿。因为 Forest 的原因，所以我先查看了他们家的 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表。2019年末的 current ratio 是 2.32， 流动资金十分充足，负债率是 65.47%， 作为重资产行业，负债率还算可以。再来看2019年的利润表，营收比2018年减少了 10.78%。公司方面给出的原因是 Alberta Power Line APL 阿尔伯德能源管道在第一季度还在工程建设中，而且在2019年的投资总额比2018年少了 7.25 亿，主要的投资比率有 84% 用在了日常的公共事业资产上， 8% 在阿尔伯德能源管道上， 5% 用在了电力发电上， 3% 在其他项目。投资在日常的业务维护要比新开发的项目多，说明这是一家很成熟的公司，收入稳定，但是不太可能有爆发式的增长。在流动性风险上， CU 在2019年末还有 221.8 亿的信用贷款额度没有使用，加上手头上的 9.77 亿现金，流动资金共有 231.57 亿，而2020年的总债务预期有 156.9 亿，可以说流动性是安全的。再看2020年第一季度的情况，因为疫情原因，收入比2019年有了明显的减少，只有 8.85 亿，减少了 25.56%。收入有所减少算是预料之中吧，但是经营能力稳定，没有出现亏损情况。而在第一季度末，手头上的现金比2019年末还多，增加到了10亿，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CU 在疫情的期间还是会很稳定的。这和公共事业这一类型的行业有很大关系。作为防御性行业，在疫情这样不稳定的时候，表现会比其他行业更加优秀。再看看股息， CU 的股息率在 5.21%， 而且有48年持续派息的历史，从1972年到2020年连续派息，而且最近20年来派息额度稳定增长，完全可以作为在公共事业行业上的长线股息投资股票。只有在基本面上健康稳定的公司才能胜任5年乃至10年的长线投资目标。就如巴菲特的格言一样，投资的第一原则是永远不要亏钱，第二原则是记住第一原则，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本金的安全性。加上这一期视频以后，罗里一共分享了加拿大的4个行业，分别是能源行业、房地产行业 REITs、 快餐饮食行业和这期的公共事业。如果在这4个行业里面各自挑选一个股票组合一个投资组合，其实这样的组合就已经把风险降低了 20% 到 30%， 比只投资一个股票的风险要降低了很多了。这就是我们分散投资的主要目标。如果大家对于股息投资还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区留言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观看，罗莉也要回去充电哦。滴